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在教育路上同行的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N 亲子书房练习曲。今天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很温柔，但同时又充满力量的方法。透过这个方法，我们可以陪伴孩子建立一颗能够自我修复，而且不害怕挑战的一颗强韧的心。你有没有曾经在心里想过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些孩子好像跌倒了，他一拍身上的灰尘，笑一笑就能说没关系，我再来一次。可是有些孩子呢，可能才第一次遇到挫折，就很快的跟你说我不要了，我放弃。这中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跟他们天生聪不聪明没有绝对的关系哦。所以在今天的分享里，我们会一起走一趟小小的旅程。首先，我们会学习怎么穿越孩子我不会的这片迷雾，然后去认识我们大脑那个超神奇的成长前轮。接着，我会跟你分享几个可以真正建立孩子内在信心的对话魔法。当然啦，我们也会准备一些很好玩的大脑充电游戏。最后，我会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每周练习，让你可以今天就开始。好，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在我们继续往下聊之前，我想请你先，我们一起温柔的在心里暂停一下下。你试着回想看看，最近有没有一个场景是你的孩子可能在做功课、玩积木或是学任何新的东西，他带着很挫折的表情跟你说：“妈妈，我做不到这个好难哦。”在那一刻，你第一个反应通常是什么呢？是想鼓励他，还是想赶快帮他一把，或者心里其实有点急？不管答案是什么，都没有对错，这只是一个我们对自己的温柔觉察而已。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我觉得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大脑那惊人的成长力量。这是一个我觉得足以改变我们整个教养观点的基础。也就是说，重点从来都不是孩子现在够不够聪明，而是我们要打从心里相信，而且也让他们相信自己是可以变得更聪明的。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跟孩子说，这也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事实哦，就是我们的大脑它不像一块石头，定型了就不会变，不是的，它比较像一座正在长大的花园，是活的。每一次当你很努力去尝试一件有挑战的事情，就算没有马上成功，你大脑里面就会长出一条新的小小的路。每一次的练习就像在帮这条路浇水，让它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稳固。这是不是就很像我们在玩游戏，每打一个怪，挑战一个关卡，经验值就会增加，然后叮一声就升级了。所以当我们自己先懂了这个大脑的秘密之后，很自然的我们跟孩子说的话也会不一样咯。这是一个非常微小，可是影响超级大的转变。以前我们看到孩子答对一个难题，可能很习惯的就会说，哇，你好聪明哦。可是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好像是说，聪明是一种天赋。现在我们可以试着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说，哇，你看你刚刚那么努力的在想，你的大脑一定又长大了不少或是就是因为你这么努力，才让你变得更厉害了。你发现了吗？我们是把那个光环从我们无法控制的天赋，交还给孩子可以自己掌握的努力。好，问题来咯，我们要怎么引导孩子去看见自己努力的过程呢？这里就需要一个很神奇的工具，它的名字叫做后设认知。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学术、很复杂，对不对？但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超能力，就是一种可以跳出来，像个侦探一样，观察自己正在想什么的能力。这个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搞懂自己是怎么学识的，找到自己到底是卡在哪里，然后再像个科学家一样去调整解决问题的方法。那这个超能力要怎么练习呢？其实真的最简单的第一步，就是从改变我们问问题的方式开始。我们以前很习惯问结果，对不对？这题答案是什么？但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试着问过程。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呀？可以跟我说说看，你刚刚脑袋里面是怎么想的吗？这个简单的问题就像一把钥匙，一下子就打开了孩子思考的那个黑盒子，让里面的宝藏有机会被我们看见。OK，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真正可以带回家马上用的部分了。我会跟你分享3个在家里就可以很轻松开始，而且能够真正建立孩子自信心还有思考力的对话方法。对，就3个，很简单，也很好记。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方法，我喜欢叫它3句话的晚安对话。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很温馨的家庭仪式，可能在晚餐的时候，或是孩子睡前聊一聊。第一个问题，你今天有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啊？这是邀请他看见自己的成长。第二个问题，那今天有没有哪个部分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卡住，或是有点难呢？这是很温柔的告诉他，遇到困难超正常的，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然后是第三个问题，那你觉得下一次可以怎么试试看不同的方法呢？这就在培养他解决问题的勇气。好，再来这个方法，我觉得对我们大人来说，可能要稍微练习一下，但效果真的超级好。那就是把你自己的思考过程大声地说出来。对，我们自己要成为孩子思考的模特儿，让他有机会亲耳听到，原来爸爸妈妈遇到问题的时候，脑袋是这样子运转的。我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有一次我在厨房看着食谱，我就会故意很大声的自言自语说，这个步骤我好像看不太懂感觉有点卡住了。没关系，让我想想看啊，我先回去重读一次第一个步骤好了，看看是不是漏掉了什么线索。我的孩子可能在旁边玩，他听到他学到的不只是怎么做菜，而是学到一种当我们面对卡住的时候那种冷静跟策略。第三个方法，这个我觉得也是最需要我们温柔地提醒自己的，就是用好奇来取代纠正。我知道，当孩子卡关的时候，我们心里那个很想直接给答案，想赶快帮他解决问题的冲动，常常会跑出来，对不对？这时候，请你跟我一起深呼吸，然后用一个很好奇的眼光问他：你觉得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试试看？或者是这个感觉有没有让你想到以前遇过的哪个问题啊？甚至可以更具体的问，在这几个步骤里面，你觉得哪一个最让你没把握呀？记住，我们的角色是向导，不是裁判。好，聊了这么多方法，但我们都知道，学习的路不可能永远都这么顺利嘛。当大脑转得太累，觉得很挫折、很烦躁的时候，硬逼着是没有用的。这时候我们需要的其实是一些好玩又有趣的大脑充电休息法，帮助大脑可以温柔地重新开机。这边我想请大家先跟我一起建立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学习绝对不是只有在书桌前面安安静静坐着的时候才会发生。当孩子开始烦躁、闹情绪，那不是他在偷懒，而是他的大脑在发出一个很重要的讯号，他在告诉我们，我需要休息一下，重新设定。这不是失败，而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学习策略。那这里就提供3个你可以马上跟孩子玩起来的小游戏。第一个叫做空中写字挑战，就让他伸出手指头，在空中用最大的力气去写今天学的字或数字，这可以活化不同的大脑区域。第二个叫做创意用途游戏，随手拿起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杯子，然后你们比赛看谁能想出最多除了喝水以外的用途。它可以拿来当帽子、当鼓、当望远镜，这个可以刺激他的扩散性思维。第3个最简单，就是1分钟超人伸展，站起来深呼吸，然后想象自己是超人，尽情的伸展身体。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可以马上带回家练习的行动。不过在开始之前，也想温柔的提醒你，记得要听到最后哦，因为最后有一句很重要的温柔提醒要给你。好，我们今天听了很多很棒的观念，但真正的改变其实都不是听来的，是做来的，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些观念变成一个这个礼拜就能开始的家庭温柔练习。为了不让大家觉得压力很大，拜托，从这3个行动里面，你只要选一个就好。选一个你觉得最简单，或是你最有感觉的，先开始。行动1，把今天卡住的地方是什么这句话加入你们的每日对话里。行动2，当孩子说我不会的时候，温柔但很坚定地回应他，你还不会，这就代表你正在学习的路上啊。在不会后面加一个孩子，整个就充满了希望。或是行动3，这周刻意的安排2次，只要3分钟的大脑充电游戏时间。好，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问题，请你再一次想象那个场景，你的孩子带着那张熟悉的充满挫折的脸来到你面前，对你说，我不会，我做不到。学会了今天所有的方法之后，这一次你可以给出一个完全不同、充满力量的回应。你可以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微笑着跟他说，太
太棒了！会有这种卡住的感觉，就代表你的大脑正在长出新的连结哦。你现在就走在变厉害的路上。你想象一下，这句话会为孩子的内心带来多大的转变？最后，我想用这句话当做今天最核心也是最温柔的一个提醒。我们的孩子，他需要的从来都不是我们去证明他有多聪明，他真正需要的是打从心底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努力，让自己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所以，听完今天的分享，这个礼拜你想从哪一个小小的温柔练习开始呢？是开始那个3句话的晚安对话，还是练习说出你还不会，或是一起玩个大脑充电游戏？我诚挚的邀请你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选择，因为你的分享也会成为其他正在这条路上努力的爸爸妈妈的力量。如果你也觉得用这种温柔又坚定的方法来陪孩子长大是一件很美好的事，那欢迎你订阅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让我们可以一起在这条路上彼此支持，温柔前行。我们下次见。